宋爷爷以后再也不用因为姐妹俩下班不回家而苦恼了，更不用再为此担心。截止到今天为止，瑞宝和辉宝已经连续3天自己下班回家了。宋爷爷当看到瑞宝和辉宝第一次下班回家时，激动的是이 녀석들 엄마 따라서 처음으로 퇴근했네. 완성. 同时，宋爷爷还不忘感谢爱宝。宋爷爷表示是最近自己的腰不舒服，爱宝感觉出来了，所以帮自己把姐妹俩都带了回来。 송방 허리가 너무 아파서 오늘 아이바오 힘을 빌렸습니다. 잘했어. 고마워 아이바오. 而在今天，就算不是宋爷爷值班，姐妹俩到下班点后也很自然的回了家。当然，这离不开爱宝的努力。瑞宝和辉宝能够自己回家，爱宝是最大的功臣。爱宝现在给姐妹俩带来的威压，直接能给其下比较。现在饲养员们也有在刻意去锻炼爱宝，带姐妹俩回家。为此，现在每到下班点时，爷爷亦或是姨母会将通道门一直开着，而通道门里面还有一个门，则是位于体重秤前通往房间的门，这个门则是处于关闭状态。而现在每次爱宝回家时，发现回房间的通道门没有打开，便会再次返回园区查看是什么原因，以及到奶爸门口询问情况。不过聪明的爱宝很快就明白了奶爸的意思。爱宝发现只有瑞宝和辉宝一起跟自己回去时，奶爸才会开门，于是爱宝就这样被迫接下了带姐妹俩回家的工作。当爱宝喊姐妹俩回家时，辉宝此时依旧想用老办法往树上爬，以为这样妈妈就会和爷爷一样拿自己没办法了。但爱宝可不会像爷爷一样留手，看出辉宝的小心思来后，爱宝立马去阻止辉宝，直接给爬到一半的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。这样一来，辉宝也不敢再继续反抗，爱宝连踢带打的给辉宝弄了出去。而这时得空的瑞宝则趁妈妈没注意到自己，快速爬上树。爱宝给辉宝拖过去后，回来发现瑞宝已经上树了。就在姨姨们以为爱宝这下拿瑞宝没办法了，下一秒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宝的威慑力太强了，亦或是爱宝在树下跟瑞宝说了什么，只见瑞宝看到妈妈回来了，竟慢慢的从小树上爬了下来，然后快速的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。爱宝拿捏姐妹俩确实要比爷爷们轻松许多，而想必有了爱宝的这番教育，以后宋爷爷就不用再上树摘熊了。盛熙阿姨担任保家饲养员后，工作起来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盛熙阿姨不愧是将爷爷带出来的，放置完竹子后，都喜欢围着园区环绕一遍，查看一下有没有能妨碍到熊猫们活动的东西，例如折断的竹子或树枝等。将爷爷的好习惯全让盛熙阿姨学来了，而盛熙阿姨这里也有了小助手来帮助自己。而此时的宋爷爷这里拿来了大竹笋给姐妹俩磨牙，不过说准确点，更像是拿来大竹笋让姐妹俩帮妈妈给竹笋剥皮。毕竟等爱宝出来时，这2个大竹笋都将是除此之外，现在对于让瑞宝和辉宝自己上班，宋爷爷是越来越有办法了，真的要给瑞宝和辉宝养成家养宠物了。瑞宝和辉宝在2个爷爷以及爱宝的教育下，现在乖得宛如看家小狗。爷爷们只需要在要下班时，将一些小零食和新的竹子放在通道门口里，这样爱宝就不会急着回家了。爱宝会先坐在通道门口，将小零食和竹子吃完再回去，这样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，瑞宝和辉宝会被妈妈的动作和小零食吸引，主动跑来通道里想分妈妈一杯羹。同时，这也可以从小降低瑞宝和辉宝对通道门口的抵触心理，让其感觉下班回家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，甚至还有小零食吃。此时辉宝这里完全被妈妈吸引走了注意，虽然爱宝不会将自己的小零食分给辉宝，但辉宝现在已经对通道门口渐渐没有了之前那般有抵触心理，就算从通道门口出来，也是在妈妈附近玩耍，甚至玩耍时还会看看妈妈还在不在，不能让妈妈把自己丢在园区。而此时在树上的瑞宝看到妈妈和妹妹在通道门口玩耍的样子，心里也开始有所动摇，考虑要不要下去。那照顾福宝一家不只是有将爷爷、宋爷爷、盛熙阿姨，原来在镜头背后他们有一整个秩序化团队。宋爷爷今天在日记中分享了保家团队的合照，只不过江爷爷今天休班不在，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美照。宋爷爷看着瑞宝的模样，表示瑞宝的鼻子和耳朵像妈妈，眼睛像爸爸，而这调皮的样子，宋爷爷表示这让自己想起了福宝，而辉宝则是鼻子和耳朵看起来像乐宝。对于眼睛，宋爷爷表示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辉宝和爱宝的眼瞳周围的白点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另外，宋爷爷表示爱宝这周拥有着充足的闲暇时光，因为姐妹俩现在完全可以彼此陪伴，所以爱宝的自由时间变多了。不过有时姐妹俩实在太烦，爷爷们便将通道门打开，让爱宝来通道里休息一会儿，因为通道口的过堂风很凉爽。
爱宝趴在通道门口就睡着了，而宋爷爷则在鼓励着爱宝，表示爱宝这样已经做得很棒了。另外这周，宋爷爷还在草丛里发现了瑞宝和辉宝的青团，由于画面过于美丽，给姨姨们放在评论区了，姨姨们选择性观看。而宋爷爷则拿棉花糖来打比喻，表示这个样子有点像被微波炉融化的棉花糖一样。而宋爷爷休息了2天后，今天以最饱满的情绪重新回到了园区。宋爷爷上班后，江爷爷又休息了，接下来2个爷爷可以正常轮流值班了，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2个爷爷的压力。瑞宝看爷爷站在一旁，主动走上前，不过瑞宝没有去黏着爷爷，而是躺在了独木桥上，侧着脑袋看着爷爷，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瑞宝这小心思，感觉以后欲擒故纵的手段会比福宝姐姐还要厉害。一会儿，不堪无聊的辉宝凑到了姐姐身边，辉宝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感受，一屁股就坐在了姐姐脸上。姐妹俩的性格简直是云泥之别。瑞宝沉稳的不像是一个还未满1岁的小熊。辉宝坐在瑞宝脸上后，瑞宝没有责怪妹妹，而是选择了把地方让给辉宝。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样子，嬉笑不已。而这时也到了下班点了，宋爷爷给姐妹俩分批次抱回家，并跟姨姨们示意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。这个姨姨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福宝，结果被福宝身世吸引住了。有了主持人的帮忙，这下姨姨就可以放心的开设福宝。主持人也没想到来找江爷爷录节目，自己成了帮人看孩子的人。而这时江爷爷刚来，结果福宝又给爷爷找上火了。江爷爷这里只能暂停录制。虽然主持人被遗留在了园区，但是知道2个主持人等了多久，江爷爷才来到录影棚。这次主持人收集了许多韩国姨姨们想要问江爷爷的问題。第一个就是重磅问题，那就是瑞宝和辉宝出生后，江爷爷有没有涨工资？ 그치. 우리 방송인이랑 똑같아요. 主持人跟江爷爷传授经验，表示如果不给自己涨工资，自己就跳槽到其他动物园。어디서 또 영입할지 모르는데. 这一下给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多掌课，因为江爷爷和宝家是相辅相成的，谁离开谁都不行。江爷爷离开宝家，就像老字号甜品店的厨师，就像江爷爷的节目停了，没有人能再拍出江爷爷那幽默的风格，也和饲养员对大熊猫这无微不至的爱。